孙子曾说，戒立者明，戒智者宏，戒事者成。人生在世，要有戒的智慧。不管一个人有多么出色，都会有无法解决的难事，唯有借助外力、外物，强化自身，才会得以实现逆袭。戒立、戒智、戒事，就是走向成功的最大捷径。强者戒立。东晋葛洪有云：重利病，则万钧不足举，也借助别人之力，哪怕是重达万钧之物，也不难举起。古时有一质子与父亲在院内嬉戏，突然质子瞧见身旁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想要将其搬起，其父站在一旁，并未上前助他一臂之力，反而还未免地道：只要你竭尽全力，一定能搬得动。可石头巨大，好似有1000斤之重，即使质子使出了吃奶的劲，仍未搬动分毫。质子疲惫不堪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对父亲说：我已经使出全力了，但还是搬不动。其父却摇摇头道：不然，你尚未用尽全力，因为你没有让身旁的我帮你。质子眼前一亮，期盼地出言请求。最终在其父的助力下，质子搬起了重石。在这世界上，人人都在负重前行，有人单打独斗，却步履艰难；有人抱团取暖，却步步变强。要知道，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，总有穷尽之时，也总有独木难支之时。但往往尽力的尽头，还有借力。借力不是偷奸耍滑，不是贪人便宜，而是力不从心时的坦然求助。唯有拥有向人求援的勇气，才会有克难攻坚的底气。就犹如一根竹竿，容易弯折，但一把筷子却难以折断。懂得借力，善用别人之力，以增己力，才能事半功倍，走向更璀璨的未来。能者戒智。论语中写道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戒智就是戒人之智，修善己身，学最好的别人，去成为最好的自己。商周时期，姜子牙胸怀文韬武略，深谙治国安邦之道，但纣王荒淫无度，残暴不仁，姜子牙不愿助纣为虐，便隐居在渭水，日日垂钓溪上。西伯姬昌求贤若渴，听闻其才，立即派人前去邀请相助。屡次相邀未果后，竟亲自前来请姜子牙出山。姜子牙不但被姬昌尊称为太公望，还被礼聘为军师，甚至姬昌还为他拉辇800步。后来姜子牙受其打动，欣然出山辅佐。最终西伯姬昌凭借着姜子牙的足智多谋，覆灭商朝，建立了繁盛的周朝。在这世间，能力是有边界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区。若是一味的自高自大，就会在固步自封中走向末路。正所谓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一个人就算再出类拔萃，也难以做到十全十美，即便在博学多识，也有无法企及的高度。譬如千里马，唯有借伯乐的赏识，才能一展才华，而自身唯有借别人的智慧，才会有全新的洞见。懂得向优秀的人靠拢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，方能站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智者戒事。孙子兵法里有言：善战者，求之。于是那些真正能成事的人，都懂得借势用事，打破个人能力的局限。清朝末年，朝廷和沙俄纷争，胡雪岩敏锐察觉到朝廷有用兵的迹象。战时的军需采买转运就是天底下最赚钱的生意。胡雪岩清楚，只要自己站上这个风口，很快就能富可敌国。于是他不惜血本，3天买了10万担粮食，送到左宗棠军营，成功获得左宗棠信任，拿下了军需采买转运的生意。清末时局动荡，借着朝廷频繁用兵，胡雪岩的家产也得到了快速积累，很快成为当时巨贾。事来不可止，事去不可遏。很多时候，选择远比努力更重要。选择逆势而行，便如浮游撼树，必受碾压；而选择借势向上，
才会如江河行地，一日千里。就犹如巨石因高山之势，才会积蓄出可怕的力量；而溪水因地而滞留，才会汇聚成了江海。真正的智者懂得借势而为，在风来之前会默默蛰伏，在风起之际会乘风而上，不断开发潜能，打磨本领。唯有善于借势，打破自身的桎梏，才会撬动自己的未来，托举起不凡的人生。成功靠的不仅仅只是一己之力，还有善于运用外物。虽说在生活里能够凭借自身的全力以赴，铸就星光，固然是好的，但埋头耕耘之时，也别忘了抬眼看看四周，也许能够借助的力量、智慧与形势就只在眼前。就像《劝学》所写的：“君子性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”善于借力，才会实现共赢；借智而行，才能少走弯路；借势而上，才能乘风破浪。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去收获颇丰的成果，才是最大的远见和智慧。